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聚焦东南亚的经济奇迹——新加坡。就在全球经济纷纷面临压力的背景下，新加坡初创公司却交出了令人侧目的成绩单。2025年东南亚融资市场总额23亿美元，其中新加坡独占88%，是的88%。这不仅展现了新加坡作为全球经济枢纽的独特韧性，也让我们忍不住要问：新加坡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全球经济放缓，金融市场下滑，企业融资变得更加困难，特别是东南亚区域融资总额同比下降7%，可是偏偏新加坡却逆势而上，融资总额增长了9.5%，能超越经济周期的压力绝对不是偶然。那么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能否复制到其他经济体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谈到新加坡经济撑起东南亚融资市场的大半壁江山，我们必须先把目光放回到全球的大背景。最近几年有几股暗流，比如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、贸易摩擦升级，还有消费市场的疲软，直接影响了东南亚经济。数据显示，东南亚整体融资额下降了7%，这是相当高的下滑幅度。但这里神奇的转折来了，新加坡不仅没有萎缩，反而在创新高，一整年融资额实现了9.5%的增长。从全球资本的流向来看，这就是对新加坡实力的投票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单2025年，新加坡吸引的风险投资就比整个东南亚多出了2倍以上。比如，如果我们把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放在一起，对比新加坡单一国家的数据，惊人的是，新加坡一个国家的融资额甚至超过这些国家的总和。这不仅是宏观经济的韧性，更是其独特优势的集中体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新加坡的资金到底流入了哪些领域呢？哪些趋势正在驱动这轮经济奇迹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我们来说说资金流向的部分，看看投资者最青睐哪些领域。第一名，毫无悬念的是金融科技，第二名则是人工智能。除此之外，绿色科技也在最近几年成为冒尖的黑马。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， Supabase 刚刚完成了2.02亿美元的融资，而在金融科技赛道， iWallex 更是创下了3亿美元的惊人纪录。是不是很震撼？这些公司不仅吸引了大量资金，还代表了牢牢抓紧全球趋势的创业赛道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金融科技、人工智能成了吸金磁场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全球都在追求效率创新，从 AI 优化企业运营到金融科技彻底重塑支付生态，这些领域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，更契合新加坡的经济转型方向。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项目的融资金额都相当集中？这还不是全部，我们接着聊聊融资环境的变化，看看背后还有哪些有趣的趋势。其实，融资的赛道并不是一片坦途。如果你细看融资的结构，可能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的现象：种子轮融资比去年下降了72%，早期融资也降了55%。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投资变得更谨慎、更保守了。那么，新加坡整体融资额为何还能增长？这就是新加坡经济的巧妙之处。如今的资本市场更加关注资本效率，意思是投资者更愿意把资源集中到真正有潜力的大公司，以及那些盈利能力强的企业。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 Supabase 和 iWallex， 虽然融资的笔数减少了，但资金的流向更集中。这些明星企业融资额不断上涨，也说明了资源配置正在向高效能企业倾斜。所以这告诉我们，现在初创企业要想突围，关键不在于获得小而广的资金，而是要展现出明确的潜力和价值。新加坡在这一点上的表现，可以说是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种启发。说到潜力，你知道新加坡2025年新增了2只独角兽吗？ Supabase 和 Signum， 他们的估值都突破10亿美元，成为全球资本争抢的新宠。关键是这些公司为什么会偏爱新加坡？这是值得深挖的问题。其实答案并不复杂，新加坡背后提供的是完整的创业生态，从便捷的商业基础设施到国际市场的开放，再到政府的政策支持，这些都是独角兽成功的沃土。就像 Supabase 这样的企业，它迅速崛起不是偶然，而是依托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扎实积累，以及大量的人才涌入。这说明新加坡不仅吸引资本，更吸引了那些能干事的人。这样一个国家，想不成功都难啊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大环境之下，新加坡政府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比如2025年，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价值2亿元的新基金，专门支持那些发展路线复杂但潜力巨大的企业。这种政策不仅直接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，也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铺垫。除此之外，
新加坡还在简化创业流程方面频频发力，比如加快审批速度，优化税收政策，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。像这样的支持措施，让企业在融资和运营上都能更轻松地专注于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。再看新加坡瞄准的目标，人工智能、绿色科技，甚至量子计算，这些都是全球最前沿的赛道，而新加坡有望继续抢占优势，在未来创造更多经济奇迹。朋友们，新加坡的初创公司用数据和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，即便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，只要创新力与韧性双管齐下，就一定能赢得资本的青睐。那么你怎么看新加坡这样的成功路径呢？未来还有哪些赛道有可能成为融资热点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新鲜的全球经济动态。